赵婉容，现在怀疑你在公司饮用水里投放糖品质激素，危害同事健康。难怪我们部门好多人最近内分泌失调，体重飙升。赵婉容，没想到你看着老实，却这么歹毒。同志，你们不能冤枉人啊！我啥都不知道。赵婉容，你的手链已经做过比对，跟监控里拍到的一模一样。手链？这手链是今天早上我老公刚送我的。不对，我记得一样的手链陆小贤也有一条。思文17年来从没有送过我什么东西，他却突然要求我今天一定要戴上手链。难道是陆小贤在公司水里动了手脚，他们却合谋让我顶罪？好好劝他认罪，配合我们警方工作，争取减刑。好的，警察同志，我们一定让他认罪。妈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没必要给同事放药。我才刚进公司3个月，伤害同事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当务之急是要有人出来担责，难道要让思文出来吗？这跟思文又有什么关系？那条限量版手链有特殊编号，警方一查就能知道购买者信息。思文现在事业正红火，你也不想让他在上升期出事吧？果然，这条手链是陆小山的吧？不管手链是谁的，现在都只能是你。凭什么是我来顶罪？难怪他宁愿每天点外卖喝奶茶，也从来不喝饮水机的水。原来是他下了药，我这就去告诉警察。妈，你能不能别那么自私？大伯母刚丧偶1年，好不容易把心思放到了工作上，你怎么能忍心让他坐牢？去年我被绑架，差点撕票，是大伯父跟歹徒厮杀后才救了我。可他身中数刀没活下来，我现在还经常做梦，梦到大伯中刀流血的惨样，是我害死了大伯啊！婉容，人要懂得知恩图报。小莎丈夫用命换回了你儿子，你帮帮他，小智心里也能好受一些。不然再这么下去，我怕这孩子就得患上心理疾病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爸已经问过律师了，你的犯罪情节不算严重，只要我们能取得谅解，积极赔偿，律师完全有把握帮你争取缓刑，甚至不起诉，你根本不用坐牢。妈，你就当为了儿子，行吗？好，我认。被告人赵婉容因投毒罪获刑6个月。第7天了，怎么没有人来看我？放饭了，有秩序出来。9267，你去刷马桶，刷干净了才能吃饭。管教，今天不是我。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今天晚上也不想吃饭了是不是？这女的真是可怜，被家人抛弃，在监狱里还要被管教针对。听说她家里人不仅拒缴罚款，还主动放弃了上诉，那不摆明了是要让这女的去死吗？原来他们都是在骗我。谁让你做这么端正的？给老娘去贴墙倒立！犯宁是吧？啊，给老娘打！真贱啊你！难怪你老公孩子不但要把你丢进来监狱里，还要花钱让你死！谁再惹我，半夜等他睡着了，我会咬断他脖子。他们根本没打算让我活着，但我非要活着见你们。热死我了！你有手有脚就不能自己走回去吗？非要让人来接？好了，小智，别这么跟你妈说话。婉容，这半年辛苦你了，妈特地给你煮了猪脚面线，咱回家吃。宋思文呢？大热天的折腾我和奶奶不够，还得让我爸也来接你是吗？你多大牌面啊？宋智，你已经18岁了，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能不分是非对亲妈说这样的话？难道我说的有错吗？你在家里整天无所事事，只知道用尽心思挖我爸的钱，说什么自己家庭主妇很辛苦，要出去上班，结果刚3个月不到就惹事。我看你实际上就是个蛀虫寄生虫。你够了，赵婉容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大老远来接你，不是让你欺负我宝贝孙子的，愿意走就跟着，不愿意就滚。奶奶，你看我妈半点用没有，真是个废物。赵婉容，你真是没用，这个世界上你的老公不要你，连你的儿子都说你是个废物。哎呀，痒！回来了，婉容。回来啦，你别误会，我是刚刚铺床的时候扭到了脖子，思文好心给我按一按而已。是啊，小山听说你要回来，特地请假亲自给你洗4遍套，他一片用心，还不赶紧来跟他道谢？他为了升职，陷害我坐牢，还得给他道谢。算了算了，婉容刚回来肯定心情不好，赶紧去洗个热水澡吧。赵婉容，你什么意思？
小山好言好语跟你说话，你就这个态度？小山都改口不叫嫂子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这个家女主人呢。够了，赵婉离，这话也太过分了。就是，你只不过是进去关半年而已，就当换个地方旅游散心，至于上纲上线吗？你们知道这半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怎么过那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现在你都已经出狱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宋思文，我跟你是风雨同舟快20年的夫妻，可你为了陆小山，竟然做局陷害我！你住口！你怎么能编造出这种话去诋毁自己老公和嫂子？我编剧，我算看明白了，你们才是一家人，我就不该回来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既然这样，宋思明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哼，你一个蛀虫，有什么资格跟我爸提离婚？最让我寒心的就是你这个白眼狼，我掏心豁子疼你，你却永远站在外人那边。你说谁是外人呢？你们别吵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就收拾行李离开。你有什么脸在这个家里嚷嚷？要不是小山开口，我都不屑去接你。跟大伯母比起来，你简直就是个母老虎。我送你去读重点高中，学的就是这些吗？你少穷我儿子！你们张口闭口我是寄生虫，别忘了宋思维创业资金是我婚前作曲赚来的。你翻旧账有什么意思？就是，你挣的钱能跟我儿子比吗？你都歇业10多年了，这10几年都是我儿子花钱养你的。妈，事到如今，你给大伯母道个歉，认个错。大伯母人好，不会跟你计较。愣着干嘛？道歉啊！算了妈，弟妹脸皮薄。大伯母你人真好，哪像我妈，活脱脱一泼妇。我为了这个家含辛茹苦17年，可你们一个一个都将我的付出视而不见，骗我坐牢，肆意糟践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去举报他陆小山故意投毒，找人顶罪。发什么神经呢？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大伯父为我们家付出那么多，你就不能对大伯母好一点吗？你给我滚出去！这是我家，不欢迎你。17年了，我为了那个家奔波了17年，我都忘了以前发誓要闯出一片天地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。女性不该只依附家庭，我要用自己的未来证明，女性也可以撑起一片天。作曲大赛。你好，这是我的报名资料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大妈，我们这里是作曲大赛，不是领鸡蛋的菜市场。我知道是作曲大赛，我就是为了报名比赛来的。这可是全国最大唱片公司主办的作曲大赛，来的不是资深作曲人，就是高材生。大妈，你哪位呀？真没想到这里的人会看人下菜碟，可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。我的余额只够住几天酒店了。小姑娘，我也是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人，你看看我资料。一副穷酸样，装什么呢？保安，把这个大妈赶出去。小心，没事吧？师兄，你回国了？这公寓是我出国前买的，空了很多年，正好这个时候能帮上你一点忙。谢谢师兄。婉容，我们师兄妹都快20年不见了吧？也没想到这个时候会重逢，还是在我最狼狈的时候。不要丧气，你忘了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了吗？作曲大赛的名额我帮你处理好了，不管你经历了什么，这个机会一定要抓握住。多谢师兄，虽然我很多年没有写过曲子了，但我依然相信自己。最近作曲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写曲子肯定是没问题，只是过去的曲风跟现在的时代差距太大，我担心我写出来的东西无法迎合潮流。为什么一定要迎合潮流？安诺，新一代歌王。我跟朋友探讨过你以前的曲子，他建议你可以走复古路线。正好安诺最近想出一张复古专辑，如果双方合适的话，他还可以作为助演嘉宾陪你参加比赛。太好了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师哥。别跟我客气，我们可是关系最好的同门师兄妹，当年一起参加过那么多场比赛，我希望这次也可以见证你获奖。我会努力的。喂，我在咖啡厅呢。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在西辉酒店1104号房见面，等你哦。
哟，这不是我刚做出来的弟妹吗？怎么有钱来咖啡厅消费了？难不成是来给自己挑选下一个目标了？我不是你，没那么不要脸。哼，是你最要脸了。但是你活到现在，除了一张老脸，还有什么吗？出发了，婉琳，我为你约了一位资深作曲员，正好他来出差，刚入住到西辉酒店。又是西辉酒店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师兄，我们出发吧。奶奶，这间酒店的牛排可好吃了，反正今天爸爸和大伯母都不在家，我带你来这里尝尝。好，还是我们小趣有心。你好，请问2位用餐吗？对对，2位。好的，这边入座。啊，奶奶，你看，这臭不要脸的，还没离婚就敢偷吃！你好，我们是1203的访客。好你个赵婉容，你和我儿子还没离婚呢，光天化日之下就敢跟野男人来靠房，我呸！不要脸！不要胡说八道，这是我师兄。哼，师兄，我看是你情夫吧？妈，不是我说你，就算你跟我爸吵了架，也不能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。还是说你就是为了这个男人才在家里发疯的？你们误会了，我和婉如确实只是来办事的。哼，她一个坐过牢的女人能有什么事办？跟我回去宋家，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磕头道歉。他宋思文跟陆小山眉来眼去，你们当看不见。我跟我师哥正常见面，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，你们宋家还真是有2套规矩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妈？我真是被你气得要昏过去了。我要替我爸好好教训你。我养你长大，你要动手打我，打呀！这一拳下去，你和我母子情分就此断绝。断绝就断绝，我一点也不需要你这个妈，别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，只会笑话我而已。乖孙啊，奶奶，你还是不舒服吗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我爸没接电话，应该是在开会，没事儿，我打给大伯母。陆小山，你还真是会蛊惑人心。奇怪了，大伯母也没接。可能是都有事情在忙吧。这么巧，你真觉得他们的关系正常吗？思文跟小山确实走得近了些，真是愚蠢。少挑拨离间了。就是小山是我媳妇，最了解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带你们去亲眼看看你们最信任的2个人此时此刻在干什么。你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哼，不管你搞出什么花样，都改变不了你出轨的事实。还敢冤枉我儿子和媳妇？等验证你的谎话以后，我一定亲手撕烂你的嘴。是真是假？打开这扇门就知道了。婉容，我跟酒店老板是朋友，这张是通用房卡，但是你确定吗？只要有机会就得进。赵婉容，推开这扇门之后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妈，婉容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当然是带他们来看看你做的好事。我家里待腻了，不能来住酒店吗？家就在附近，开房干什么呢？我早就说了，我爸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。我就不该信你这个贱人的话，来怀疑我儿子。好了，妈，你赶紧带着孩子出去，我休息一下，还要去开会呢。行，那你好好休息。思文，你看看人家这件裙子性感吗？你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身上穿的这是什么东西？妈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说这是一个意外。妈，不是这样的。陆小山，无耻！赵婉容，你还真是有心机。他们一直看不清你们的真面目，做顺水情而已。你嘴上说着要跟思文离婚，却跑来演这出，我看你就是放不下思文。陆小山，你给我闭嘴！妈，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么不要脸的儿媳妇。好了，奶奶，这也不全是我爸和大伯母的错。总之，你再说一遍，再说几遍都一样。师兄，我们走，在这里多待1秒，我都觉得恶心。你跟这个野男人开房被我们撞见，你还有脸来闹？给我爸和大伯母道歉。好了，小智，让他们走。奶奶，他在外面乱搞，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我说过了，我跟我师兄清清白白。清白？你说这话也不怕咬着舌头？当着我们的面就搂搂抱抱，原来你早好下家了啊！我是气小山做了对不起思文的事，但你又是什么好人？赵婉容，我跟小山在一起，你也偷人，扯平了？什么叫扯平？我没做任何对不起婚姻的事。你出轨是我们亲眼所见，
还有什么好变的？够了！你们这些人简直可恨！宛如为了你们牺牲10几年青春，你们却牺牲他吃我的喝我的叫牺牲。你这个小三在这里充当什么英雄呢？你让开！我跟我老婆说话，轮不到你插嘴。走，回宋家对着祖宗牌位磕头认错。放开我！你敢动手？你再碰他一下试试！你个贱人，还敢勾结情妇殴打斯文！你敢欺负大伯母！要闹是吧？装什么大款呢？难不成你还能摇来一堆保镖？给我打！打死打残了我赔！你没事吧？习惯了。真是疯了，居然把我们打成这样！斯文，人家的脸都花了，要是留疤怎么办？那个野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随便一个电话就能叫来那么多保镖？哼，活该！你们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被打也是自找的。妈，到底谁是你亲儿子？哼，知道错了。妈，小桑一个女人多不容易，我照顾她怎么了？算了算了，你们的事儿我管不了。但是今天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就是那个男人算什么东西？敢打我们！不好了，宋总，咱们公司地皮开发的项目被全部撤掉了。什么？3000万的项目全没了。那个女人竟然对你的公司下手，她哪来这么大本事？那男的到底什么来头？管他什么来头，打人就是不对。斯文，报警吧！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咱们又不怕他。那个项目关系很大，他能一句话就撤掉，身份绝对非同一般。难道咱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是，我公司被停了3000万的项目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爸，你刚不是说惹不起吗？哼，明的不行，来暗的。我找人查查他的底，只要他公司有问题，我就举报。这样能行吗？你们别管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师兄，今天的事给你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？那种人就该教训。不会给你造成什么影响吧？放心，他还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赵婉蓉女士吗？这里是金曲创作大赛组委会。我是。恭喜您，您的参赛作品已经成功进入决赛，请您于下周3上午9点到星光大厦参加决赛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师兄，我进决赛了。恭喜你，以茶代酒，祝你成功夺冠。17年了，我穿的永远都是地摊货和超市打折的衣服。上次来商场买衣服，还是刚结婚的时候。赵婉蓉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连你都快要认不出自己了。这位女士，我们这边是新款上市，不打折的。我知道，我想看看衣服。我们这可是高端品牌，阿姨，不是你这样的人能消费得起的。哎，这面料金贵得很，你那手又粗糙又脏，别乱摸。一样都是买衣服，你凭什么断定我买不起？阿姨，你这一身加起来不超过200块吧？进错门了，出门左拐有个批发市场，那里比较适合你。陆姐，您可好久没来了。陆姐，我们到了新款，专门给您留的，穿成这样也敢进来，也不嫌丢人。赵婉蓉，你以为找了下家就能装贵妇了？跟你没关系，是跟我没关系。不过我劝你认清自己，你这种人啊，穿龙袍也不像太子。陆姐，您认识他啊？认识，怎么不认识？我弟妹嘛，刚从监狱里出来，没见过世面，怪不得呢，一身穷酸样。这件拿我的尺码，我试一下。阿姨，这件是我们店的镇店限量款，58000，试坏了你赔得起吗？行了行了，让她过过干瘾也好，这女的穷酸了一辈子，也让她感受一下什么叫上流社会。陆小山，你花着本属于我家的钱，这就是上流社会了。试衣间在那边，小心点儿，别把拉链弄坏了。这人是我弟妹，刚坐完牢出来，穷得叮当响，你们盯着点，别让他顺走东西。原来是劳改犯啊！陆姐，你人美心善，要不是你开口，我们早给他撵出去了。原来我也可以这么美，试够了没？赶紧换下来，要是把我们店的衣服弄坏了，你把自己卖了都赔不起。这件衣服还有我刚刚看中的红色礼服，我都要了。这是赵氏集团赵总的卡，你怎么会有这东西？
我知道了，就你外面那个野男人给的呗。啊，你干什么呢？离我们 VIP 姐姐远点儿。你真对不起啊，美女姐姐，是我们两个狗眼看人低，求求您千万不要跟我们计较。我早就说了，姐姐您美丽大方，都是有些人故意挑拨，您千万不要向赵总投诉。赵婉容，你凭什么？怎么了？谁惹你了？还能有谁？你那个好老婆。他又怎么了？我去商场买衣服，他故意跟我过不去，穿得跟个叫花子似的。本来店员都嫌弃他，结果他掏出一张黑卡，把我看中的衣服全抢走了。黑卡？他哪来的黑卡？还能是哪儿来的？就他那个野男人给的呗。哼，还真是够贱。思文，你是没看见他那副嘴脸，拿着别人的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？行了，不跟那种人计较。可是那些衣服我先看中的。拿去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别心疼。这还差不多。赵婉容，你有黑卡又怎样？你永远都是个输家。思文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今天公司客户跟我聊了个项目，说是最近有个大规模的作曲比赛，总决赛现场会有很多媒体和业内人士，他们想在现场赞助打广告，问我们有没有兴趣一起。作曲比赛规模多大？全国性的，总决赛在星光大厦举办，据说会有电视台转播，网上也有直播，到时候来的都是音乐圈、媒体圈的人，流量不小。我们公司最近确实需要曝光，新项目正在找投资方，这个主意不错。那你是同意了？明天你去对接一下，把赞助方案拿过来我看看，预算合适的话我们就投。17年了，没想到我还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。你本来就属于这里。这票黄牛都炒到好几千了，没想到我能来现场。都是你爸厉害，赞助了这场比赛。这地方真气派。是你的功劳，要不是你牵线，我也想不起来投这个项目。那不是赵婉容吗？啊，他来干什么？赵婉容，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走哪儿都能碰到你。穿的人模人样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角儿了。别忘了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你跟别的男人走这么近，让我的脸往哪儿搁？爱往哪儿搁往哪儿搁，你的脸跟我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赵婉容，思文可是这场比赛的赞助商，他不同意你进去，你就没资格入场。我是参赛选手。参赛选手？就凭你？你几斤几两我最清楚，你根本没这个本事。婉容怎么就不能参赛了？再说了，宋总投了多少钱才敢资助厂商？80万还是？你管我投多少？在这种级别的比赛里，投100万的企业连名字都排不上榜，而你也一样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。你，宋总不会以为之前的举报能对我有任何影响吧？我现在还是一样可以一句话让你破产。师哥，他举报你？没事儿，我都处理好了，让开。奶奶，你看，哼，他哪有这个本事？肯定是走后门的。搞定了。郝氏集团那边打了招呼，安诺的经纪公司不敢得罪，安诺今天来不了了。这下看他怎么办？没有驻唱嘉宾，他连台都上不了。组委会规定，没有驻唱嘉宾就不能参赛。他以为进了决赛，还找来歌王帮唱就能获胜，做梦吧他！走吧，进场看好戏喽。师兄，安诺今天来不了了。来不了？什么意思？他经纪人刚打的电话说安诺的嗓子突然出了问题，医生建议晋升休息。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出问题了？对方态度咬得很死，宁愿赔偿违约金，也不肯到现场来。我让人去查过，不久前郝氏集团联系过安诺，这家公司跟经纪公司有深度合作，我想这就是他们临时变卦的原因。郝氏集团，宋思文、陆小山，一定要处处紧逼，让我无路可走是吗？赵小姐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，就差你这组的歌手没有来签名了。抱歉，我这里出了一些意外，能不能跳过歌手展示环节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没有歌手展示，大众评选怎么对曲子做出点评？你要是没有驻唱嘉宾，我这边就记你为弃权了。慢着，我们有歌手。既然没有规定驻唱嘉宾不能是参赛者本人，那我的曲子我自己来唱。一路从海选杀入决赛，
他的原创作品《光》在初审时就获得了评委们的高度评价。让我们有请赵婉咪。还真让他上台了。等着看他出丑吧。根据赛制，每位选手将携驻唱嘉宾共同演绎原创曲目。赵婉蓉选手的驻唱嘉宾是赵婉蓉选手本人，他自己唱，他疯了吧？一个家庭主妇，他以为唱歌是做饭呢。哇，好美的亮相！突然好期待这位作曲人的歌声啊！小芝，你说要是你妈真的靠唱歌出名了，你同学就会知道你是劳改犯的儿子。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担心你的生活受到影响。我才不会让他再一次来破坏我的人生。怎么回事？没声音啊！音响坏了。伴奏怎么没了？下台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赵老师，你的伴奏有备份吗？我们电脑上的记录被删除了。麻烦帮我改成现场弹唱。挥霍的激战。天啊，这个歌声也太绝了！赵婉蓉，你就是我的女神！赵婉蓉，赵婉蓉！感谢各位观众观看金曲决赛，本次比赛结果请看大屏幕。恭喜赵婉蓉获得金曲大赛总冠军。赵婉蓉女士，作为本届金曲大赛的黑马冠军，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17年前，有人告诉我，我应该放弃事业，在家相夫教子。我信了。我把梦想锁进抽屉，当了17年的家庭主妇。这17年里，我失去了自己。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看你实际上就是个蛀虫寄生虫，被家人抛弃。但今天，我想告诉所有和我一样的女人，40岁不是终点，是起点。你永远可以重新开始。说得太好了，让我们再次恭喜赵婉蓉。小智，你干嘛呢？他凭什么拿冠军？一个劳改犯有什么资格站在台上被人追捧？我就说吧，他要是真火了，以后你同学都知道你妈坐过牢，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。他才不是我妈，我没这么丢人的妈。爸，你必须跟他离婚，现在就离，我不想再跟这个女人有任何关系。思文，小智的前途重要，你还是早点跟他做个了断吧。行，我明天约他出来谈离婚的事。离婚协议书，让我净身出户，不然你还想分我的钱吗？你当初的创业资金本来就是我的。赵婉蓉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拿当年那点破事儿说事儿？那点钱早就不值一提了。当年的20万足以买下一套房。你自己也说了，那是当年。宋思文，我替你坐牢的时候，你说会补偿我，结果你在监狱里买通管教，要整死我。爸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没有的事，别听他胡说。3万块转账记录我还留着，要不要我现在拿出来？赵婉蓉，你别在这血口喷人，你今天来就是签字的，别扯那些有的没的。财产必须平分，房子、公司存款一人一半。不可能！行，那我来打这个电话。什么？正好，我也想把当年那件事做个了断。是谁投的药？是谁让我顶的罪？是谁在监狱里买通管料？咱们一起找媒体来说个清楚。你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要么按照婉蓉的要求，你来干什么？要么我就把西山那个项目给断了。你那小公司要是没了这个项目，资金必然断裂。威胁我？思文，不要听他的，我们才不怕他。你闭嘴！签吧。有些时候，权势比道理更有用。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半点道德可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有脸在我家里指指点点？思文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好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。我到底是教出了个什么东西？婉如，咱们走吧。好。啊，你放我出去！我面试马上就要迟到了。我不同意你去艺考，小智，你在房间乖乖待着，等时间过去了，我就会放你出来。你放我出去！为什么要阻止我？明明我可以出道当明星的。金话筒最佳歌曲奖得主赵婉蓉带着新专辑闪亮登场，作曲演唱一体机。赵婉蓉堪称娱乐圈传奇，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招摇，生怕别人不认识她。凭什么他不让我去艺考出道，自己却当明星？小智，
你说他那么多歌，真的都是自己写的吗？要是有那么几首抄袭的，那他的歌唱生涯不就结束了吧？陆毅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是心疼你而已。他让我当不成明星，我也让他当不成。你也看到了，一夜之间，全网都在说我抄袭。赵姐，不好了，热搜前3全是您的事。有人说您决赛那首《光》抄袭了国外一首冷门作品，还说您之前的歌也都是找人代写的。有证据吗？对方放出了2首歌的对比音频，现在网友全在骂，说您的冠军是偷来的，几个音乐平台都在考虑下架您的歌。不急，他放出来的那段对比音频只截取了8小节，我那首歌总共48小节，相似的部分不到1/6，而且是常见的和弦奏。你有完整的创作手稿？不光有手稿，我那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有录屏记录，从第一个动机到最终编曲，前后改了10几个版本，全都存在云端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有证据了。我会把这些整理出来。师哥，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背后那个人。怎么样了？热搜第1，全网都在骂他，好几个音乐博主已经带头抵制了，说他玷污了音乐圈。我就说嘛，这招管用。他当年不让我出道，现在他也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。小智，你也别太恨他，毕竟她是你妈。这样的人配当妈吗？赵婉容，你抢我风头，毁我名声，现在你亲儿子亲手毁了你的事业，这出戏真好看。这次我看你怎么翻身。这些事，这些年我写过的所有曲子的原始文件，每一版修改记录都有时间串，还有那首光的创作过程录屏，从第一个音符到最终成品，总共47天，每天都有记录。根本不是抄袭，都是我赵姐的原创作品，黑子太可恶了。那个爆料的人我查到了，是宋智。竟然是小智，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恨我。或许我该找他谈谈。宋之，找我干什么？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网上的事是你干的吧？你凭什么说是我？那个上传音频的账号 IP 地址是你学校，我查过了。是我又怎样？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我还你一次，公平。我毁了你的人生，我是你妈，我怎么会毁你？就是你，你从来没有支持过我。2年前我艺考，你把我锁在房间里，你知道那天我错过了什么吗？你亲手毁了我的梦想。原来是因为这件事，但你知道我为什么拦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自私，你想控制我的人生。因为当初从种种迹象看，我怀疑那个艺考机构8成是骗子公司，他们打着艺考的幌子把孩子们骗到境外。后来证实我的猜测是正确的，那个机构被查了，10几个孩子被救回来，还有几个至今下落不明。你如果当初去了，是什么后果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？他说你还小，不应该这么早让你接触社会的黑暗。我现在明白了，他那会儿就不安好心，想离间我们母子的感情。宋智，没有当妈的会真心想害自己孩子。这次的事情我放你一次，但你最好不要有下次。难道这么多年我都错怪他了？他说的是真的，他没有骗我。我妈不是要毁了我，她是要保护我。我做了什么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他任劳任怨在家苦了17年，而我都干……你简直就是个畜生！是我亲手把最爱我的人推得越来越远。妈，对不起。思文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了。你早就是了。那不一样，现在我可是光明正大的宋太太了。又是他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别看了，他跟咱们没关系。我刚领证，他就出来恶心我。走，带你去买衣服。新开的那家国际名品店，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欢迎光临，把你们店里最贵的包拿出来我看看。怎么又是他？阴魂不散。赵老师，这件是我们的秋季限量款，全亚洲只有3件，您穿上太合适了。不错，帮我包起来吧。赵婉柔，你是不是故意跟踪我们的？到哪里都有你。商场对外营业，谁都能来。你不会还对我念念不忘吧？人的脸皮竟然可以这么厚。那件裙子我要了。不好意思，赵老师身上这件是限量款，不对外出售。我出双倍价钱。赵老师是我们品牌的亚太区代言人，同时这间店也是赵老师投资的。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走，这破店谁稀罕？
有事吗？妈，我能不能见见你？你叫我妈，不叫赵婉容了？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没资格寻求你的原谅，我只是想跟你道歉。不用了，我说过，你这个儿子我不要了。妈，都是我蠢才不知道你的用心。我只要想到过去做的事情，我就恨死了自己，我该死！够了！你是想装可怜让我心软是吗？宋志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，我还有工作。妈，我以后还能来找你吗？你马上要上大学了，总找我干什么？我不想跟你们家再有任何关系。你最好不要常出现在我面前。去死！啊！小智，你好，艾斯咖啡厅门口有人受伤。妈，别说话，等救护车来。我不是偏袒大伯母，只是因为大伯父的事情，我总是觉得对不起他们家。再加上因为艺考的事儿，我恨你，就想处处跟你作对，气你。但是每次气完你，我也并不快乐。妈，我错了。我就不一起去了，麻烦你们了。宋家不算家大业大，宋思文也没有招惹仇人。为什么当年绑匪会盯上宋志？帮我找关系，重新调查宋家的绑架案。你那个窝囊老公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今天出差，晚上才到。他那傻包儿子帮那个贱女人挡刀，还在医院治着。老太太去医院照顾他了，家里就我一个。怪不得这次敢约我到这里。小智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我回来取个换洗衣服就过去。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大白天的躲楼上干什么？还弄得满地都是衣服。我刚刚整理衣服呢。妈，没什么事，你快下楼吧，我马上就收拾好了。那你既然没什么事儿，跟我一起去医院照顾小智。好。你是谁？妈，这是我表弟，我想给他拿几身斯文的衣服穿，怕你误会才让他进去的。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你这个出轨成性的贱人，跟斯文领证不到1个月，就领着别的男人回家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现在就去告诉斯文，让他知道你这个坏女人有多下贱。妈，你不能去！你放开我！你拆散斯文的婚姻，现在还背叛他。宝贝，你真够心狠的。难不成还真让他去报信儿吗？我好不容易跟宋思妍领了证，在我没把宋家财产拿到手之前，谁都别想搞破坏。赵总，您让我查的事儿有眉目了。在绑架案发生前3个月，陆小山欠了地下赌场200多万，但绑架案发生后不到1周，他的账上多了一笔300万的进账，汇款账户是个空壳公司，查不到实际持有人。师哥，下午的活动我不能参加了，我要去宋家一趟。宋家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，门也不锁？蒋兰花，你醒醒！赵婉容，你对我妈做了什么？闭上你的臭嘴！我到的时候，她已经摔在地上了。肯定是你，你跟妈一直有矛盾，一定是你把妈推下了楼梯。就知道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离婚了还不放过我妈。我说了，不是我。不是你还能有谁？你没事去我家干什么？我看你就是记恨妈当年让你顶罪，现在来报复。你给我滚！我妈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让你偿命！别动我妈！小智，你疯了！我妈说了不是她，你凭什么动手？小智，你别护着他，他可是害了你奶奶，你奶奶对你多好啊！大伯母，请自重，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但头部受到重击，需要继续观察。医生，我们能进去看他吗？可以，但不要太多人，病人需要静养。不能留了。等那个老不死的醒了，就什么都完了。妈，奶奶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？是不是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害的你？妈，你不用怕，我今天就是豁出去也要弄死这个贱人。不是婉容，是陆小山。
你那小公司要是没了这个项目，资金必然断裂。威胁我？思文，不要听他的，我们才不怕他。你闭嘴！签吧。有些时候，权势比道理更有用。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根本就没有半点道德可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还有脸在我家里指指点点？爸，反正你已经要跟他离婚了，不如早点跟大伯母领证吧。思文，你看小智都这么说了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终于要有一个好妈妈了。这么快就改口管小三叫妈？陆小山除了拿走家里的珠宝，变卖了宋思文的房产之外，他还把宋氏集团账户里的流动资金全部转走了。现在宋思文账上1分钱都没有，供应商在催款，员工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。自作自受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查到了当年宋思文出事前3个月，他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。他们要离婚？宋思文发现了陆小山出轨和欠债的事，但还没来得及去办手续，宋思文就出事了。所以宋思文死了，陆小山不仅不用净身出户，还继承了宋思文的遗产，还清了赌债。对，绑架宋智的事跟陆小山脱不了干系，他欠赌债，宋思维要跟他离婚，他需要钱，所有动机都指向他。你怀疑绑匪跟他有关？不止，宋思维的死，我也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师哥，你把当年那个逃窜的绑匪照片给我，我去找蒋兰花确认一件事。婉容，你来看我啦。你那天在家里看到的那个男人，是不是他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那天在宋家跟陆小西偷情的就是这个人。妈，这人是谁？当年绑架你的绑匪。什么？绑架小智的绑匪就是那个野男人。当年陆小山欠了地下赌场200多万，这个人是他在赌场认识的。绑架案发生后，他账上多了300万。所以，大伯母为了还赌债，让人绑架我。思文为了救小智被歹徒捅死。要是思文知道是他老婆策划的这一事，当年绑匪指定让大哥交赎金，明明已经放了宋智，却还要杀了大哥。当时以为是绑匪情急失控，但现在想想，应该跟陆小三脱不了关系。这件事已经跟警察说了，他们会去通缉陆小山的。宋总，还钱天地义，他欠的钱你们找他去啊！那你倒是把人给老子找来！我告诉你，这笔钱他是用这套房子做的担保，3天内拿不出800万，就给我滚出这套房！我真是鬼迷心窍，放着婉容那么好的女人不珍惜，却娶了陆小山那个贱人。你特地来看我笑话？我没那个闲工夫，我是带警察同志过来。宋思文，关于你儿子宋智被绑架，难道你们找到那个绑匪了？我们在码头抓获了当年的绑匪阿强，只是陆小山还处于逃窜状态。小山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？这个绑匪就是陆小山的情夫，他们好了4年了。2年前欠债回家偷钱的时候被大哥发现，这才策划了绑架案。陆小山杀了我哥，那个贱人好狠！拜托你们一定要尽快抓到陆小兰，他现在走投无路，我怕他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。放心，赵女士，我们警方会及时设防。报应啊！晕过去了，叫救护车吧。宋思文，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我们的婚姻，毁了自己的家，到头来那个女人要的是你的命，这就是你选的。思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病人是急性脑卒中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，送来的还算及时，命保住了，以后行动会受影响。那我爸还能恢复吗？右侧肢体肌力明显下降，以后行动会受影响，语言功能也受损，能不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，要看后续康复治疗的效果。怎么会这样？他才40多岁呀！病人这次中风跟近期精神受到强烈刺激，情绪剧烈变动有直接关系，家属要做好长期护理的准备。爸，医生说他的命保住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婉容，思文他是对不起你，可他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你能不能过来跟他说说话？不能，覆水难收，过去的伤害已经对我造成，我不会原谅你们任何人。可宋家所有财产都没了。奶奶，这是我们的报应，不要逼我妈了，是我们一家对不起。怎么样了？中风了，下半辈子算是废了。活该宋思文那样的人欺凌你17年，有这样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。师哥，还没找到陆小山吗？昨天下午有人说在渔场见到了他，但我们的人去了以后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哥，我有个办法可以引他出来，
只不过需要你的帮忙。婉容，外面来了上千人，安保我已经加了3层，但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。师哥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犹豫了？我是担心你，陆小山现在走投无路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搞这么大阵仗，他万一真来了，我巴不得他来。婉容，你现在事业刚起步，不能以身试险。师哥，我恨他毁了我的家庭和人生，我要亲眼见证他的下场，看他付出代价。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可能安排人手保护你。警方也已经在见面会外面设防了，我们都会配合你。蓉蓉，我们爱你！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新歌见面会。赵婉容，你凭什么？你不过是个劳改犯，你站在这里！放开我！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坐过牢。我是坐过牢，我从不否认这一点。你把糖皮激素投进公司的饮水吹，事发后却和我丈夫合谋让我顶罪。你让情夫绑架我的儿子，杀了你的丈夫。你把婆婆从楼梯上推下去，卷走了宋家所有的钱。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今天该还了。赵婉寻，你这个贱人不得好死！你老公儿子都不要你，你活该！我有我自己就够了。蓉蓉，我们支持你！获得年度最佳女歌手的是赵婉容。出道1年，她用歌声证明40岁正是女人最好的年纪。谢谢各位，谢谢一路陪伴我的粉丝朋友。1年前我刚从监狱出来，一无所有，我以为我的人生结束了。但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想告诉每一个在低谷里的人，你永远不会太老，永远不会太晚。只要你不放弃自己，生活就不会放弃你。妈，恭喜你，终于实现了你的梦想。我多么想走到你身边，亲口叫你一声妈，想告诉你我长大了，把家照顾得很好。妈，对不起，祝你幸福。这才是那个让我骄傲的师妹。40岁，我失去了一个家，却找回了自己。从前我为别人活，往后我只为自己活。